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即将开始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为马上开始的是 PK 私房菜。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营养健康老师王静老师，欢迎他。大家好。王静老师又来了。今天你和我呢将会作为一个评委，然后呢来判断今天两位嘉宾他们谁做的菜比较好吃。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民间高手又是谁呢？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大家好，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美味可口的黄酱鸡。因为这道鸡呢，它是融入了这个黄酱的这个香味，同时也提取了这个香菇的这个味道，是一道非常美味的家庭菜肴。黄酱这传统的原料，您或许只会在炸酱面中使用到它。今天唐先生使用精心挑选的小公鸡，配着黄酱做出的黄酱鸡，不知道滋味如何？光吃肉肯定达不到健康的要求，所以黄先生又十分巧妙地加入了香菇和油菜，营养均衡，又可以解除肉类食物腻感，真可谓是一举两得呀！接下来我们看看苏先生要做什么。大家带来一道地方小吃四鲜烤麸。这道菜的特点是口味独特，营养丰富，盐略带着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原来是四鲜烤麸，这苏先生可谓是挑战了一把。这四鲜烤麸我们可都是吃过的，如果没点真把式，还真不敢轻易尝试呢。想必这苏先生一定在此菜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才敢拿出来打擂。究竟是这黄酱鸡更胜一筹，还是四鲜烤麸更受欢迎呢？我们拭目以待吧。黄酱鸡，唐大哥今天要带来这道菜，这道菜是您跟谁学的？这道菜是我在这个平常就是说这个吃饭当中呢，自己演绎的一道这个特色菜，我的私房特色菜，就是说属于是唐先生呢自己的这个关门起来自己钻研出来的一道菜品。咱现在开始做，您学会了之后呢，他这个就不私房了，你知道吗？这边准备好了一只鸡，这个鸡呢，咱对它的要求有没有？这个鸡呢，我们一般就是说把这个鸡要斩块，斩块以后呢，同时呢，我们要把它焯水，去血水，焯水去血水，焯水的同时呢，我们要把水里面呢加一点这个料酒，去它的异腥味，这是第一步。你看哈，我和王静老师都很挑剔的，我们见过的高手在这很多人，你知道，所以说这道菜能不能赢得我们的胃口，先看你做的再说，好不好？来，好的，咱先把这个鸡处理一下。好的，我们下面吧就处理这个鸡。好，其实你要说哈，这个黄酱鸡，你看咱中国各个地方做鸡的方式也有很多，比如说，有这个烤鸡、烧鸡，包括这个四川人做的辣子鸡，或者说，这种鲁菜中这种红烧的鸡等等，还有风干鸡什么？风干鸡，对，你就感觉这个鸡啊，它千变万化呢，可能说很多吃法，但是不见得大家所有吃法都喜欢吃。对，黄酱鸡应该是有酱香味的，我觉得不错。好嘞，这边给它斩大块。这个给它斩到小碎块还是说怎样？一般我们家里面就是把它斩到这个差不多有1寸多的小碎块就可以了。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这个鸡肉，我们大家都喜欢吃它，它有没有一些独特的营养在呢？鸡肉就是蛋白质含量的比较高，我们主张的冬季啊吃一点鸡是对身体非常补益的。有一句谚语叫做“逢9一只鸡，来年好身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9·9之说，就是指每年从比较冷到最冷，直到回暖的一个时间。咱们要1·9，每隔9天一个周期，再数3、9天是最冷的。对，一般的呢是以冬至这一天，一般的是12月21号或者是22号作为1·9的开始。那每隔9天呢为1·9、2·9、3·9，以此类推，一直到惊蛰前的第2天，惊蛰前的2天或者3天，这是9·9。就可算是春暖花开了。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冬季啊，人体需要更多的热量或者是营养，这时候呢就需要吃鸡来进行滋补。不光呢是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抵御严寒，而且呢为明年的有个好身体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的确，这个冬天啊是个保养的时节。那么如果说你在家里做那个鸡肉的方式就那几种的话呢，不如今天跟着唐先生学他这私房菜黄酱鸡。说话间，大厨已经将我们这个鸡剁成这个小块了，接下来我们给它焯一下水，好不好？咱现在这边是凉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水吧，就是说在这个
温度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下去。就是热水下锅呗。对对，不是，也不是，要是太热的话，这个鸡下去以后，它的营养可能就是说容易破坏。哎呦，就是说你要等半开不开的时候对，60、70度，对，再把它放对进去。对，温水下锅。对，那有的时候我在猜疑啊，你看一般大厨告诉我们说，凉水下锅，随着水温的升高，利于这个血水排出。如果说特别烫的水呢下去之后呢，它利于好将里面一些营养物质锁定住。对，你为什么选择温水下锅？对，你有自己的想法吗？因为我知道，因为温水下锅的这个目的是说，它下去以后吧，它可以直接，它的温度到了以后，它可以直接把它里面的脏东西给排出来。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就是说加一点料酒以后，可以把它的这个异味再去掉。当水开的时候呢，我们的基本上这个鸡的已经就是说脏东西也排除了，它呢也成型了。哎呀，温水下锅，这是呢唐先生告诉你这个处理鸡的一个方法，而且结合了好像热水下锅和冷水下锅两者的优点。没错，现在差不多了。对，我们现在水的温度差不多了。这道菜之前怎么想到的，唐先生？一般我们做炒鸡啊，也就是用点普通的辣椒，或者说普通的这个调味品。你怎么想到用这个黄酱跟它炒？这个以前吧，我们因为在外面吃饭也好，或者说自己家里面吃饭也好，大家常常吃到的都是什么小鸡炖蘑菇啦，对不对？又是什么这个辣子鸡啦，四川的，吃来吃去吧，差不多，然后就是这些味道，对不对？后来吧，我想自己没事嘛，就是说把自己这个。把它换一种料，看看那个演绎一下怎么样？用别的酱做过吗？为什么选择黄酱？因为吧，我觉得黄酱吧，一个黄酱它的是这个味道，就是说比较这个鲜美，对，再一个呢，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呢，要比这个豆瓣酱吧营养成分要高一些。对，它一般就是说这个黄酱，它是一般都用的这个比较新鲜的这个大豆，它是大豆、黄豆，然后把它研磨炒熟以后，再经过发酵制成的一种。它是炒熟了之后，然后再给它发酵，这种对，属于是中国人这种古老的这种酱。这血水啊，已经焯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对。哎呦，这也出来一些油哎。对。这个鸡还是挺肥的一只鸡。是啊。这是来点儿，我们给来一点这个料酒，去它的这个腥味。那是不是在家里我们要做点什么其他的肉食，焯的时候都应该加点？对。现在看我们这个鸡基本上也烫差不多了，也成型，取出来，也成型了啊。没错，肉呢都已经紧致起来了。对。鸡块啊，你切这道菜的时候呢，最好切的小点，不然我觉得一会儿炒的时候，对，不容易成熟。对。好嘞，要冲一下是吧？冲一下，凉水呢，给它把一些脏东西给它去除。好嘞，好嘞，咱们这边的鸡块呢也已经冲好了，咱们放在这边。现在开始正式的来炒它了。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用一点这个大蒜头，爆香以后，看。拍扁。一般我在家里啊做菜的时候，这个料头啊，它这个是否拍或者说切成细丁、细片都有要求。您这个为什么选择给它拍？对，因为这个拍吧，它大蒜里面的它这个大蒜素里啊，全部就给它融在里面了。一加油以后呢，它的味道就是说全部就出来了，更浓郁一些了。咱们对唐先生印象很好，你看给他出一道测试题，对答如流。看来啊对烹饪是有研究的。好，来一点油。今天用的油呢，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种油呢，是用古代的这种压榨工艺使这个油里面呢有浓浓的花生香味，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还对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在家里面试一试。给我们这个料头炒香一下，先放蒜吗？对，先把蒜头炒出来以后呢，我们然后再炒酱，然后这个黄酱，对，然后炒黄酱。这个黄酱的量需要这么一小碗儿。对，这个你根据你自己。我们在那个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火要关小一点，要小火炒制。小火，因为这个酱里面还是有水分的。对，要小火炒制。其实我觉得这个酱用的量这么多的话，一会儿盐什么之类的就我们就不要再单独再放盐了。你看，就是说，咱这道菜不需要加点什么大葱啊，或者说什么一点点姜之类的。这个根据个人，我自己我不喜欢加这些。主要就是来体现这种黄酱的这种酱香味儿。对，因为你要是料多了以后吧，可能就把它这个香味给抢走了。抢走了，没错。好，一点大蒜。
现在味道基本上出来了。好啊，出来以后呢，我们现在把鸡块下上啊。哦，来回的炒一炒它。对，其实你会发现哈，它这个酱炒香之后呢，用这种方法，你要是做个什么黄酱鸭、黄酱鹅，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很会举一反三。就是，黄酱鸭呢，就是大嘴的私房菜了。看我们这个鸡炒到这个时候呢，哎，你看没看着？好像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白色。没错。但是是不是如果要是再加一点这个酱的话，可能口味可能就重了。哎呦，对吧？为了就是说，你要是为了就是说调一下颜色的，我们少加一点点这个味达美的酱油。哎，来点酱油下去。哦，我知道了，它这个加点这个味达美酱油，一是提鲜，再一个是不是为了颜色也更好上一点颜色，是不是？不然的话看起来的时候黄乎乎的，哎，这样红润一点。对。哇，里面还能看到一些豆瓣呢。加水了，对，我们加一点水，一点点。这个水的量就是不要没过它，去底部一点，一点点水，一点点水。因为这个酱比较容易糊锅。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泡好的香菇。哎，咱用这个干香菇和这个鲜香菇有要求吗？咱用的好像是泡好的这种干香菇。对。用鲜的不行，它不如这个我们这个泡发的这个香菇，这个味道要好一些。咱这个菜心现在不放吧？我们现在就是说到这儿，我们可以就是说让它就是说稍微就是说入味儿，哎，稍微入味儿吧。然后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就是说加的汤，现在还在这个汤还是有一些，要给它靠到很干嘛。对，一个就是要一个靠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说差不多能收起汁来了，然后把菜心下去。我要提醒大家，唐先生这边呢做这道黄酱鸡的时候，火力一直是中火，您别调太大，是不是？对。调太大的话就因为调太大了以后吧，这个酱本身容易糊锅。没错。完了以后呢，就是说你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小火做着它吧，焖着它，它还能可以就是说不断的往里入味。而且我看要不断的翻炒。对，要不断的翻炒的话，它容易就是说糊锅，容易做到这个锅底下去。对。今天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还在台下看着，我觉得这时候看的时候应该有压力了。对。一步一步，这个时候这个味道已经飘满了我们整个演播室。下一位嘉宾也闻到了，是不是？希望他一会儿跟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好，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汤汁这个差不多了，差不多收汁的时候放入我们的菜心，放入我们的菜心。哎，加点蔬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是不是？一个是增加它的风味，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本身这个菜也有这个它的这个营养，好，还有它的营养，还有蔬菜的营养里头，增加点纤维素，增加点维生素。对，的确。现在我们的唐先生啊，炒完这顿黄酱鸡之后呢，额头上都是汗水。希望你这汗水不会白流，一会儿的时候这道菜呢能够很好吃。应该看样子不错。好的，好嘞，给您准备一个很漂亮的盘子。好嘞，出锅喽！而且这个酱香味已经是播散我们整个的演播室了。没错，应该是给我们下一位嘉宾呢有那么一点点压力了。今天是 PK 私房菜 ，PK 的是你的拿手手艺。今天我们的唐先生呢带来的这是第一道菜啊，我们这个黄酱鸡，来赶快尝一尝。今天唐先生好辛苦，来您先尝，不错，不错，真不错，有酱的鲜味，还有鸡的鲜味，而且我吃的时候我发现鸡炒的呢也不老，对，非常的嫩，肉质非常的嫩。而且这个酱香味很足，很棒的一道菜。今天呢，唐先生算是大功告成了，而且呢，我和王健老师挺满意的。不过呢，既然说是 PK， 接下来这位嘉宾又是谁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二位嘉宾苏先生，欢迎你，苏先生。你好，你好，苏先生呢喜欢烹饪，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二道菜是什么名字？四鲜烤麸。四鲜烤麸，你要 PK 刚才我们吃的第一道菜，这道上海菜。你这道菜上海菜是一道素菜，对 ，PK 它的肉菜。你不知道我喜欢吃肉吗？不知道，可我喜欢吃素啊！你看两个人，我们俩的意见呢，很公正的，必须要很公正的评断。你们两个谁做的好？我喜欢吃肉，但不代表我不喜欢吃今天的烤麸。你喜欢吃素的，不代表你不喜欢吃刚才的黄酱鸡。第二道菜，赶快开始做好不好？来，四喜烤麸，一道经典的本帮菜。好嘞，烤麸咱这边已经选好了，泡好了。
这个需要泡多长时间，苏先生？这个大约需要从干的开始泡，大约泡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左右。对，把它泡到微发软。好嘞。接下来我们把它挤干水分。挤干，要彻底挤干它。对。好，挤干它。这道菜是您跟上海人学的，还是？这道菜其实是以前我吃过一次这个烤麸的罐头，烤麸我觉得味道非常不错，然后我就照着那个罐头皮上那个说明，我就自己研究了一下。哇，你有没有做的很难吃的时候？有，第一次就很难吃。那给谁吃了？我自己吃。那后来之后怎么发现窍门的？自己经过就是多做，多做，然后根据每次的味道它不一样，然后咸了就少放点盐，甜了就少放点糖，然后自己找着一个平衡点。哎呦，喜欢吃烤麸？对。哎呦，烤麸跟面筋是一回事吗？因为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这个烤麸啊是用小麦带皮的小麦磨成面粉，然后呢在水中反复的搓洗筛离形成的面筋。这个面筋呢，在经过蒸熟发酵以后形成的这个烤麸，就是说它还是发酵过的。对。所以它的蛋白质含量还是非常高的。哎呦，那我们这边先给它改个刀，对，好不好？好，咱也赶快给它改个刀。这边给它切成什么样的形状？一般烤麸上海人都是切成小块就行了。对，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其实这道菜哈，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对，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小类的这个菜品有点挑战性，为什么？因为我们吃过太多正宗的四鲜烤麸，万一你做的不好，我们就立刻吹毛求疵的说，不行。这个经过我反复试验，应该没什么问题。给上海人吃过吗？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吃过一次？他们觉得做的还行，对，有信心才是硬道理。好，这边给它切一下。但我觉得这个烤麸啊，因为它这个本身就像海绵，非常的多孔，非常的容易吸收这种汁液，所以说它又是一种很百搭的一种菜，和很多的素菜啊、荤菜啊都可以配在一起。没错，我觉得和不同的东西搭配，它做出来的口味应该是不一样的。你看到没有？但是吃它的时候呢，你最好控制你的主食的这个量了，是不是？好嘞，这边咱都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苏先生？然后放上一点油，来点油。今天用的油啊，也是健康新时代呢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榨花生油。这种油呢是用古代那种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有浓浓的花生香味，而且呢很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用的油还是挺大量的，对，是不是？属于一种半煎半炸。半煎半炸。对，好。油到几成热的时候，咱把这个烤麸放进去。差不多6成、6、7成吧。6、7成热。好。这边这个就可以了。对，6、7成热，您是怎么判断的呢？你看它上面有一点点青烟冒出来，就差不多了。有一点点青烟冒出来的，油温相对来讲有点高的时候，对，把我们的烤麸放进去。这个炒到什么程度是刚刚好的呢？把它炒成金黄色，差不多。金黄色。对。那炒它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大火来炒？对，可自己控制一下，如果火太大的话，容易变糊。控制在。中等火力吧。中等火力。对，好。其实说起这个烤麸啊，对于上海人来说呢，算是一个骄傲，因为是上海当地的一个特色，而且已经很有历史了。据说以前上海有一个功德林素菜馆，店内的招牌呢就是这烤麸，因为是功德林素菜馆，所以说人家呢叫功德烤麸。后来老板有一条头脑，人家自己做加工厂，做起来了，自己生产自己功德的这种熟的面筋。市场销售，后来呢发现，上海的烤麸跟别的地方就是不一样，因为人家这个加工的工艺呢比较棒，到现在已经都有70、80年的历史，就这所以四喜烤麸也名闻全国了。没错，所以说一般啊，上海人一说到他们的家乡菜，肯定会说到烤麸，我们爱吃烤麸，是不是？好嘞，最后我们的烤麸炒到微微发黄，是不是？对，然后就可以盛出来了。好，苏先生的第一步啊，把这个烤麸先半煎炸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苏先生？现在我们介绍我们这4喜烤麸里边4喜。4喜揭秘了，4喜烤麸是哪4喜呢？当当当当，就是这边。把烤麸我们放在一边，好，看到没有？4喜分别是香菇、香菇、木耳、黄花菜，然后是冬笋。
冬笋，哎，很棒，咱给它处理一下好不好？好的，给它处理一下。这4样食材算是咱们生活中经常能看到的配菜。对，这个4样呢是四喜烤麸的经典的一个搭配，就是香菇、木耳、金针菜还有鲜笋。但是呢，这个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家里的食材来决定。你可以加点青豆啊，甚至加点豆芽，加点花生米，都是一个不错的，可以做成7喜、8喜、9喜的。对，当然如果你原材料不够呢，你也可以做成双喜、3喜，完全根据你自己。就是这边那个食材呢，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考，是苏先生您在家里面做的时候经常用的，是不是？对。好，这个量要很大吗？不用很大，这是一种配料。好，这边呢，我们的笋切好之后呢，一会儿还要冲一下，把那个缝隙里面的东西冲下来。好嘞，交给王健老师。这边用的是干的香菇还是鲜的呢？这是用的干香菇。干香菇，对，干香菇的味道比较好。提前也是给它泡过了。对，泡过了。好，把它切成小条。好，再把我们的香菇放在盘子里面。哎，好嘞。还有我们的木耳。木耳其实不用切，用手撕一下就行，对，把它撕成小朵。对，你看这所有的这些配料，其实营养搭配也是蛮合理的。你像我们用的这个笋，它就是纤维素含量丰富。的确。那香菇呢，可以提高人体的一个免疫力。我们用的这个金针菜呢，也是黄花菜。对，黄花菜它的维生素 P 含量还有维生素 E 含量很高。那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它有一个抑制，还有一个抗衰老的作用。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金针菜，也就是我们这黄花菜，鲜的不能吃。对，鲜的是有毒的所以说一定要是这种干的晒制好的以后的才可以。怎么想到今天用这4样食材的？因为这个平常这种食用菌，就像木耳啦，或者是香菇啦，它的味道比较鲜。对。因为这个黄花菜也是一种就是味道很足的，口感很好。然后配到这个烤麸上，会增加它的香味儿。因为烤麸本身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没错，对，所以必须要靠其他食材的味道来融入它里面。哎呦，相互的融合。好，这边咱们赶快开始正式的烧菜了，好不好？好了。好，锅中呢再放点油，我们开始呢正式的来烧它。不用烧热呢，我们把这些香菇、木耳什么的炒一下。先炒我们这些配料。对。好，给它们放进去。来回的炒一下它。苏先生，这道菜是您最喜欢的？平时的时候自己经常在家做菜吗？经常做。经常做。对。最拿手的除了这道烤麸，还有什么菜？还有像红烧排骨啦，红烧排骨、红烧肉、鸡翅，还有炒那个豆豉鲮鱼油麦菜。哎呦，豆豉鲮鱼油麦菜，这都是很家常的。红烧排骨，包括这些，今天的烤麸都是很拿手的，平时在家里面经常做。对。好，来回炒一炒，我觉得差不多了，炒香了。对，炒香以后把烤麸加进去，放进去。哇，一锅的烤麸，让你一次吃到过瘾，是不是？然后加一点酱油。酱油，好，来点酱油，用多少量？可以了，再来点。好，来点，一会儿加汤。好。上海人这种菜呢，都属于是浓油酱翅的，所以说对酱油要求的量比较多一点。他们喜欢红红的那种菜。哇，有点酱油下去，真的，通体红润。差不多了，加一点糖。加点糖下去，糖有多少呢？1勺左右吧。这样的大汤匙1勺吗？对，根据的量多少。再来一点。来点糖。好嘞。好，差不多了，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加点水。好，这个水要多少量呢？大概？刚刚没过它就可以。汤多一点，让这个烤麸浸在汤里比较好保存。对。加汤以后就可以开大火了。那好，那现在这边呢，我们就开始用大火，记住是大火让它开起来，然后一会儿需要改火吗？对，不用，一直大火来烧，一直是大火来烧，大概多长时间？你感觉？大约10分钟左右，差不多。10分钟之后，我们看看大火烧出来的烤麸什么样的状态。好嘞，现在呢，我们这边烧了10分钟左右，颜色包括我们这个酱汁呢，已经渗透到烤麸上面去了。好了，出锅。出锅的时候，我们加一点香油，来一点香油下去，提亮。好，
赶快来尝一尝好不好？哎呦，辛苦的苏先生忙碌了好久，入味入的不错，而且烤麸吃不出来别的什么的一些腥气之类的。我觉得吃烤麸是一种很惊艳的感觉。没错没错，非常绵软而有弹性的那种口感。惊艳这个词用的好，这道菜您觉得怎么样？非常的棒。那您觉得这道菜和刚才那道菜比较起来，您更喜欢哪一个？我觉得不分伯仲，真的很为难啊。咱们现在呢，这第2道菜已经做完了，咱们接着进入这个 PK 的环节，我们就把我们第1位的这位先生请上来，然后我们一起呢做一个公正的评判。2道菜都已经尝过了，说实话，尝完之后觉得这个选择有点难，因为2道菜都是不分伯仲，而且呢有点不分上下的感觉。那你先选。那比较之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黄酱鸡。其实我也是，您先说说您的理由。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是 PK 私房菜，那黄酱鸡呢，我个人来讲我没有吃过，在饭店里我也没见过这道菜，所以创意赢了，对，所以是一种创新。哎，我倒觉得他这道菜做的真不错，因为他这个鸡炒的呢不老，而且还有那个鲜滋味。当然，我觉得呢，苏先生也很不容易，是不是？那么也谢谢你做的烤麸，谢谢。